如果你的预算不高，但又想要旗舰规格的旗舰手机，那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小米全新的旗下品牌 Pocophone 所推出的 Pocophone F1，而全新的MIUI 10则是让 Pocophone F1 可看性更多，性能也再次解放。好啦，我们一起来看 Pocophone F1 吧。Pocophone F1 在 ID 设计上亮点相对比较少，不过作为一款主打平价的旗舰手机，外观本来就不是我们选购的重点。Pocophone F1 全机身采用仿磨砂的塑料材质，不过在背面 Pocophone logo 采用了亮面反光片设计，侧框上则是加入了一整圈的亮面反光条，达到类似钻石切割的亮面线条。在镜头摆放上，则是与指纹辨识器连成一体。3个圆圈的直立摆放，在设计上2颗镜头稍微凸起，指纹辨识器则是下凹，基本上可以解决解锁时误触镜头的问题。镜头上则是加入了红色线圈，也让直立的3个圆圈彼此能够更分明。种种的小细节也让稍微平淡的机身多了些点缀。在机身配置上 ，Pocophone F1 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分开的音量调整按键以及电源按钮。左侧部分则是配置了 SIM 卡加 SIM 卡或 SIM 卡加 Micro SD 的3选2解决方案，顶部则是一样保留了大家最习惯的 3.5mm 耳机接孔，底部则是配置了单喇叭以及 Type-C 传输接孔，在配件上也给出了相当厚道的快速充电器。整体来说 ，Pocophone F1 虽然在机身设计上稍微中规中矩，但保留了耳机接孔、3选2的插槽解决方案。随附快速充电器都让 Pocophone F1 更加超值使用。Pocophone F1 最亮眼的地方，当然就是采用旗舰规格的10奈米制程 Qualcomm Snapdragon 845 AIE， 并且配置 6GB LPDDR4X 的 RAM 以及 128GB UFS 2.1 的 ROM。在性能跑分上，也因为MIUI 10的系统更新，一举从先前的26万分提升到了287342分。而在其他的性能跑分上，也普遍都有幅度不小的提升。Pocophone F1 在MIUI 10的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的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ani.com 上进行浏览。简单来说，在性能上不必对 Pocophone F1 感到担心，毕竟 Snapdragon 845到目前为止还是能够应付大部分的手游，在顺畅度上还是相当不错的。而在散热部分 ，Pocophone F1 采用 Liquid Cool 水冷散热系统，能够快速的将温度带到手机表面进行散热。在实际连续半小时游戏体验中 ，Pocophone F1 始终维持温温的状态，不至于让手心感到烫手。而在续航方面 ，Pocophone F1 搭载4000毫安时的电池，在 PCMark 80%到20%的续航测试中，拿到了13小时又20分钟的测试结果。在日常使用下，1天1充，甚至到1天半1充，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在回解上，则是支援 QC 3.0 快充，能够在短时间内补足所需电力。而如果你有2只手机 ，Pocophone F1 也支援反向充电，只要透过 OTG 转接，你就可以插上充电线，帮你的另一只手机充电了。通讯方面 ，Pocophone F1 的 CA 仅支援中华电信的 B3+B3， 附加功能上一样没有 NFC。所以是无法使用 Google Pay 的。如果在意网络性能跟行动支付的朋友，就需要稍微斟酌一下了。而在附加功能上 ，Pocophone F1 除了拥有指纹辨识外，也支援红外线人脸解锁。除了在有光线下的辨识率相当高、速度相当快之外，在黑暗中也能进行解锁，实用性上也更高。Pocophone F1 采用 Android 8.1 为基础的MIUI 10 for Poco， 并且加入了 Turbocharge 引擎，
能够提升 UI 操作的灵敏度以及 APP 开启速度。在体验上，MIUI for Poco 还是继承 MIUI 的顺畅。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在 Poco Phone 上的 MIUI 居然拥有好久不见的抽屉设计，所以跟大多数的 Android 手机一样，向上滑后就可以开启所有应用程式的清单，有需要的 APP 再放到桌面上即可。除此之外，在抽屉选单中，系统也会依据不同的应用程式类别，在顶部自动分类。只要在所有应用程式的界面中左右滑动，就可以看到系统已经帮你分门别类整理好的 APP 咯。而在操作上，则是跟 MIUI 相差不远，一样可以透过全面屏设定选单、隐藏萤幕刘海以及开启全面屏手势。例如，左右两边向内滑就能回到上页。由下往上滑可以回到桌面，或是由下往上滑停住进入多工处理界面。而在界面设计上也跟 MIUI 时如出一辙，左右滑清除应用程式，长按可以显示更多操作，例如萤幕分割、进入应用程式设定等等。而在设计上，不论是设定选单、顶部快捷选单跟亮度滑杆基本一致。简单来说， MIUI for Poco 就是一个多了抽屉的 MIUI 版本。不过除了这些，邦尼最开心的还是小米终于再次将 MIUI 开放给其他厂牌手机使用。所以现在不论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手机，都可以透过 Google Pay 搜寻 Poco 桌面进行安装，就能享受到部分的 MIUI 操作界面啦。在影音娱乐上 ，Poco Phone F1 配置了 6.18 寸的 18.7:9 Full HD Plus 异形全面屏，在玻璃上则是采用康宁大猩猩玻璃。不过，不论是小米或是康宁自家官网都没有明确标示代数，邦尼猜测应该是3代以前的可能性更高一些，稍微可惜。不过看回显示效果，像素密度上则是403 ppi， 色域上则是来到了 84% 的 NTSC， 在萤幕上一样支援智慧环境适应。而在音效体验上 ，Poco Phone F1 采用单边扬声器，虽然声音够大，但在听觉上还是稍微不平衡。整体来说 ，Poco Phone F1 这块显示器绝对是在同价位的水准之上，应付日常使用以及大部分的手机游戏已经绰绰有余。不过，以主打游戏体验的机种来说，在成本考量上，采用单喇叭则是稍微不足，但保留了 3.5mm 耳机接孔，则是稍微弥补了这项缺憾。Poco Phone F1 虽然主打平价高性能，不过在拍照上也还是维持在小米中高阶机种的拍照水准。搭载 F1.9 1200万加 F2.0 500万双镜头模组，并且支援 DOPD 双核对焦，还有录影 EIS 电子防手震，在功能上一样支援景深模糊算法，以及 MIUI 中的人像美颜、人像模式 2.0， 支援我们稍早介绍过的景深动态光斑、影棚光效等等。进一步的详细体验可以参考我们在小米8 Lite 跟红米 Note 6 Pro 节目中的完整介绍。接下来，邦尼就带大家实际来看看 Poco Phone F1 所拍摄出来的样张。Poco Phone F1 在相机上还是比较接近米8 Lite 等等小米中高阶机种的表现。透过 AI 模式拍摄建筑物时，整体曝光还是比较充足的，在画面上也更加立体锐利。第二组，我们选择在层次相对复杂的街头拍摄，依然维持着相当不错的前后景 HDR 表现。不过，放大到建筑物来看 ，HDR 修正后所造成的细节遗失还是比较明显的。以日间拍摄来说，涂抹感稍微重了一些。接下来的2组样张，我们都选择了色彩更丰富的场景进行拍摄。可以看到 Poco Phone F1 的 AI 模式也继承了小米一贯的调教取向，在颜色风格上还是相对比较饱和的。在拍摄展示柜内的水果或是接下来的玩具店面，都可以得到相当讨眼球的画面。而在拍摄大背光的夕阳场景 ，Poco Phone 也还是相当擅长的。不论在前后景 HDR 表现或是色彩还原上表现都相当不错。今年的小米相机大家应该还算熟悉了，邦尼再多说也就显得无趣，所以这次邦尼就带大家来看 AI 相机的小对比吧。
Pocophone F1 在调色风格上还是继承了小米 AI 模式一贯的表现，在风格上还是比较强烈的。蓝天场景下的绿叶相当绿，天空也稍微更蓝了。针对绿叶的锐化，下手也更重一点。而遇到建筑物场景，除了稍前我们提到会针对建筑物细节进行锐化外， AI 也会自动辨识目前的建筑物风格。如果是砖造的暖色系建筑物， AI 会让建筑物的白平衡稍微偏暖，在色彩跟光线上也会以暖色为主。如果是遇到现代建筑，除了一样会加强建筑物的立体感外，在整体的调色风格上则会稍微偏冷，天空也会更蓝一点，现代感跟建筑物的空间感也会更强烈。如果是阴天场景，想当然蓝天就显得有些珍贵。不过 AI 则是会在确保画面细节下，让整体曝光更足，色彩上也会稍微再偏冷一些，带出阴天的市区情境。而如果一张画面中又是阴天，又有暖色建筑，又是绿树，还有冷色现代高楼，那在这样的场景下，就真的看 AI 的造化了。在辨识上 ，AI 判断还是以主体为主，但拉高曝光跟增加饱和，则是在不同场景不约而同的处理方式。回到相片来看，小米 AI 让树梢的树叶更黄了，搭配上镜面反射的夕阳跟上头阴暗的天，是不是形成强烈的画面感呢？也不禁让邦尼想起人生短短几个秋啊。夜拍部分，针对复杂光线环境，小米在曝光上掌握度还是相当熟练的。不过在优先级上，还是以整体曝光为主，高光抑制部分还有进步空间。而在夜间画面上，色彩饱和也还是给的很足。在拍摄街道招牌，尤其是红色的招牌上，总会显出一种热闹感。在夜拍表现上也算是好拍的几种，不过在优势上稍微平淡一些。自拍镜头上则是搭载2000万画素 4-in-1 Super Pixel 的自拍镜头，以下也提供几组样张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 ，Pocophone F1 的相机绝对已经足够日常使用，在附加功能上，小米给的也非常大方。基本上 AI、智慧美颜、动态光斑等等新功能 ，Pocophone F1 也都能拥有。不过在实际性能上，跟小米8 Lite 更为接近。如果想知道跟其他手机的对比测试，可以参考我们先前的小米手机相关评测。只有小米能够超越小米。Pocophone F1 除了是最便宜的 Snapdragon 845之外，也是一款尽可能保留最多功能下所达成的 CP 值之作。Pocophone F1 虽然在外观材质上选用了相对便宜的塑料材质，但实际上手后才发现，其实也还是有许多小巧思的。尤其镜头的设计更是让质感提升了不少。保留了 3.5mm 耳机接孔，拥有双 4G 或 SIM 卡加 microSD 的3选2方案，采用旗舰的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加上标配的 6GB DDR4X RAM 跟 128GB UFS 2.1 的 ROM， 还多了 Liquid Cool 水冷散热系统，电量更是来到了4000毫安时。如果怕不够用，一样支援 QC 3.0， 并且随机就附赠了一颗快速充电器。拥有指纹解锁外，更配置了红外线人脸辨识。拍照上虽然不到顶尖，但绝对是同价位拍照的前段班，算是好拍的几种。这一切的一切都能看到 Pocophone F1 真的相当有诚意。而如果你觉得还缺点什么，没有 NFC、CA 不够多，萤幕边框不够细等等，但其实 Pocophone F1 早就已经满足更多缺失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便宜又可以畅玩手游的机种，千万不要错过 Pocophone F1 哦。好啦，本期节目结束啦，不要忘记右上角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的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